学佛是智慧的成就，真正求证佛法，佛法的正见、正知正见，以及一个人求生命超越，求生命自己怎么样能够证得另一个超越这个物质思想世界的这个知见，才是修行的关键。佛法智慧的核心就在般若，般若性空，但是空非断灭的虚空，而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真空是万法无自性，妙有是万法因缘合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自性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东西有自性，那么这个东西可以永恒不变的长存。如果说人有自性，那么这个人从色法和心法两个方面都是永恒不变的。色法和心法可以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真空代表万法无自性，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里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的状态中，正因为运动变化，所以万事万物都无自性，时时刻刻都在生灭变化当中。这就是佛教中无常的概念。无常用一个传统的哲学命题来说，即特修斯之船。一艘船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等修修补补，从远古时期的木船变成了现代的航空母舰的话，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孔子言：交臂非故。两个人走路擦肩而过，这一下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从年幼到老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生灭变化当中。万事万物的运动，甚至是人造建筑，也会因为空气、水液等等侵蚀，最终消亡。正因如此，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个体，有的只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因缘聚合体。妙有代表了这些一个个因缘聚合体，每一个事物都是短暂存在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仅仅只是因为人的分别妄想执着而认为有种种万法。事实上来说，石头不自己说完是石头，树木不自己说我是树木，身体不自己说我是幼年，我是中年，我是老年。一切后天行而下的名相，都是人为建立的主观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符号。事实上，这些文明符号所代表的字句段落都是情有理无，情指世俗意义上的约定俗成，属于世俗谛，而理指圣义谛实相般若的角度。所以文明符号只是主观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正因为人类创造了文明本身，反而被文明符号所束缚。一个开悟的僧人因缘是破楞严，读楞严经时，断句断错变成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原文应当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由此可见，后天的知见，一切教育思想和人类文明本身就是障道的污垢，实际理地，一尘不染，万行门中，一事不舍。如果说因为知见本身就是障道的污垢，反而抛弃一切知见转而走向断灭空，也是完全不对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不是二而是一，是不二法门。真空的同时也是妙有，妙有的同时也是真空。六祖说：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沙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无说，空辩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空不爱有，有不爱空。如果非要用什么具体的方式来解释，
也只能用梦来说明。梦时一切如同真实存在一样，但是醒来之后却什么都没有了。虽然醒来什么都没有了，但不能说梦中的事情完全不存在。如果真的完全不存在，为什么会记得梦境？同理，当你吃过美味的食物，在饥饿的时候想到了曾经觉得最好吃的食物时，突然冒出来的思想念头极妙有，但是真的有吗？想到了那个食物，却吃不到，依然还是饿肚子，所以是真空。一切形而下的万物均是如此，刹那刹那生灭，变化不停。从人的角度看，似乎我的手机从买来到使用了几年之后，始终都是那个样子，没有变过。但是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磕磕碰碰的微小变化，具体到更细小的分子、原子，或许早已损伤无数。如果非要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点细小的损伤不妨碍手机本身的使用，可以说是毫无变化。那么依然还是执着于名相分别，而忽视了无常变化。即使是在微小的变化，也依然可以说脱离了后天人的知见的视角下，从100%的耐久降低到了80%，那也代表了20%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如果用一个不来代替手机，使用了数年后，从100%的耐久变成了80%，其中零零散散破洞面积大约20%。那么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无常变化。正因世事无常，万法生灭无自性，智者如实了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不会执着于任何后天的事物。后天的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符号化的产物。以绝对真理的角度看待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皆空，本无一法可得，本无一法实有。说个绝对真理，也是对绝对真理的染污。大好一片田地，莫名其妙多出来一坨屎。任何形而下的东西都与绝对真理没有任何交涉，切忌从他密，条条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的逢曲。任何后天的万事万物，一旦起心动念去攀援，那就是从他密，形而下的万法都不是道，不是真理。追求世俗的事物或被烦恼缠身，都是心外求法。一切心外求法的行为都是外道。虽然说到与形而下的万物完全不相干，但是道无处不在，处处皆是道。世间一切万法都是道的显化，道为理体，万法为事相，因理成事，皆是显理。形而上的道理不开形而下的法，万法是道的载体，处处皆是道，处处皆可无道。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形而上道的显现，道本身一切万法本自具足，再生不增，再繁不减。但为什么会不同地方千差万别呢？是道有差别吗？楞严经所说，譬如方器中见方空，无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谓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元气，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思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这段在说为什么会有方形的空和圆形的空。空本来没有形状，更不可能有方形空、圆形空、平行四边形空。之所以有方空和圆空，是因为器具本身是方形，而且中空或者是圆形器具而中空，所以呈现出方空圆空。同理可得，岂有人形的水、动物形的水？如果塑造出来人形的玻璃器具或者动物形状的玻璃器具中间填满水，水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人形或者动物形。道本来不是红黄白绿，也不是方形圆形，更不是天堂地狱，也不是上帝撒旦或者释迦牟尼波旬，他们都不是道，他们都是道的显化。譬如橘生淮北则为枳，橘生淮南则为橘，为什么一个变成了枳，一个变成了橘呢？道为什么在南北极显化出来，寒冷在热带就显化出来高热呢？一切只能用4个字来说，法尔如是，因缘所成。作为道的载体，因为各种因缘聚合，导致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现象，也可以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表达。
矛盾的普遍性为道，周边一切山河大地世界内外全部都是道的范畴，而具体到每一个微小的个体，每一个都是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个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气候、温度、湿度、物质组成等等，经过各种复杂的生化反应，产生了不同的世界、星球等等。道是无所在亦无所不在的。一心三观又是什么呢？是空假中三观。因为世事无常，所以观万法皆空，无所执着，此为空观。因为道普遍法界各地，全3000大千世界都是道的显化，所以还有一个如梦幻泡影一样的作用在，也不属于断灭，此为假观。因为不断灭，所以还要起作用，还要生活，但是生活做事中又不执着于任何事情，事来则应，事过不留，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内心清净，不被妄念妄想染污，心如木石，致人心若死，动若现，如同机关木人一样，在行动不被个人的喜怒哀乐所染污即是，此为中观。百丈禅师公案，师百丈禅师在参事立次，祖马祖禅师目视绳床脚福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2片皮，将何为人师取福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福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只得3日耳聋。这段公案大概意思是说，百丈禅师来马祖旁边站着，可能是日常给师父做服务。这时候马祖看到床边的福子了，百丈禅师来有想法，就来了一句：即此用离此用。马祖问他：以后你准备如何做人做事？百丈禅师走过去拿福子竖起来。马祖说：这就是你说的即此用离此用吗？百丈禅师又挂回去了。这个过程表示拿得起，放得下，要拿便拿，要放便放。但最后马祖一喝才是关键。百丈禅师之见上或许知道即此用离此用，不应该执着，又不应该不起用，完全不起用就是死水不藏龙。马祖为了让百丈禅师彻底明白自性本心，突然一喝，打断他的一切思想，当下立刻呈现出第6意识的清净境界。百丈禅师已经通过长期的参究，内心已经相对清净的情况下，时时刻刻用心参悟这个问题。突然的一声大喝，剿灭一切思想分别。通过当下第6意识清净的限量境界的呈现，马上就明白了，原来形而上的道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不生灭，能生万法，本无动摇，而形而上的道却不属于形而下的万法中的任何一个，但又包含了一切万法。另一则公案是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给这个公案下个注解：万法归一，一归万法，一亦非一，强名为一。所以空观时时刻刻认清楚万法本空无自性，一切都是虚假的名相不可执，着实有一法名为人，是有一法名为物等等。但同时还要注意用假观认知到世界一切虽空无实，但也因为万法无自性，所以才能建立一切万法。如果道有自性，道的自性是什么？是空还是有？如果道的自性是空，那么一切万法都是空，直接变成断灭虚无里，当无一物存在。如果道的自性是有，那么一切万事万物都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实际的定义。刀就只能用来杀生，笔就只能用来写字，雨伞只能用来遮雨。而且在道有自性的前提下，这一切都必然如同思想钢印一样，万事万物先天被赋予这些职能而无法改变。但是特工间谍或者特殊改造后，有笔枪、雨伞枪、雨伞剑等等枪也可以杀人，雨伞也可以防身。如果把笔做成了飞刀的外表和材质，岂不是还能玩小李飞笔，一笔一爆头？正因万法无自性，才能建立一切自性，并且利用因缘聚合的特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选择自己想度过的一生，创造自己想创造的事业。不要被任何世俗的定义所束缚，而是要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这也是佛门所说实际里的不染一尘，万行门中不染一法的原因。最后的中观自然而然就是兼顾了空观和假观，即不因为空观落入断灭，也不因为假观落入有而执着于世俗。空属于真，圣义谛，
出世法，无违法的部分，有属于假世俗谛世间法，有违法。但正因为实际里的一尘不染，又执着于真假对立，有真有假，又是在头上安头。所谓的真也从来不是真，所谓的假也从来不是假，依然是文化符号的象征，而不是道的象征。最后马祖大喝一声，打断百丈禅师那一下，也是让百丈禅师不要守在即此用离此用上还存在一点点之见都是染污，不管这个之见上空是有还是即此用离此用，本质它们都是文化符号而不是道。任何后天之见上形成的之见全部都是染污，全部与道无相关，说一个道也早已是染污，一点沾染不得。所以祖师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唯有心心相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